涨了不会卖，跌了更不会卖，您有这样的苦恼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股市技术不导研究员牧羊阁主，今天特意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把股票卖在最高点的神奇战法。此方法的作者曾经获得国际大赛的交易冠军。该方法可以较为普遍地应用在各种股票上面，精准度极高，内容并不复杂，强烈建议粉丝收藏，反复观看。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可以先关注，便于长期收听我的更多分享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先学习这个卖在最高点的重要技巧。大家通过这个图表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你发现没有？就是出现这个9的位置，如果你把股票卖掉，就卖到了这个股票的一个高点，而且这个高点是发生在上涨的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高点。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？它在个股当中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呢？这个方法起源于美国，它叫 TD 卖出结构9。发达国家的大型的做空机构使用这种方法非常的普及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国内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当中普及率很低，所以呢，大家耐心的把今天这个视频听完。那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把你的股票卖到最高点，让你成为极少数的能够在中国股市卖到最高点的股民之一。这个方法的核心要领是什么呢？就是它连续9次高于自己4天前的收盘价。我们进入图解来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 TD 卖出结构9。它的核心关键词是收盘价高于自己的4天前，连续9次。大家看啊，收盘价高于自己的4天前，这种现象出现第一次就给它计数为1。那收盘价高于自己的4天前，那第2次就给它计数为2。当然，第3次收盘价高于自己的4天前就计数为3。第4次收盘价高于自己的4天以前就计数为4。以此类推，分别是5、6、7。每一次的收盘价都是比自己的4天前还高，这个中间是不可以间断的。这一点大家要牢记，这个中间是不可以间断的。那第8次收盘价比自己的4天前还高以后，这个动作叫卖出结构8。那你在哪里卖掉股票呢？收盘价高于自己的4天前连续出现的第9次，这里叫 TD 卖出结构9，你在这里把股票卖掉，非常的准确。好，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只股票是2021年的1月到2021年的2月份期间，某某基础这只个股出现了标准的卖出结构9之后的一个市场高点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只股票是2020年的11月份到2021年的1月份区间走势。某某新春这只股票在出现了卖出结构9之后，这只股票一路大跌。如果你在卖出结构9的地方把股票卖掉，就成功的躲过了这只股票的下跌。这是2020年12月份到2021年2月份某某华鼎的区间走势。大家看到，如果我们在卖出结构9的地方把这个股票卖掉，就是卖到了这只股票的最高点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只股票呢，是某只股票在2017年的3月份的区间走势。如果我们在收盘价比自己的4天前的收盘价连续抬高9次以后，将这只股票卖掉，就成功的卖到了这只股票的最高点。当然，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其实人们的脑子里往往会浮现出一个疑问，这个疑问是什么呢？这个股价的上涨就只有9天吗？那所有的股票它都是上涨只有9天吗？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股票上涨都是只有9天。因为大家要注意，刚才我给大家描述的是收盘价高于自己的4天以前这个动作连续保持9次。你一定要听清楚，收盘价高于自己的4天前的收盘价这个动作连续保持9次，和这个股价涨9天它其实不是一个概念。
啊，怎么来解释它是不是一个概念呢？啊，首先就是我们确实看到有很多股票啊，它就是涨了9天，就通过刚才的案例，我们很多人就留下了这样的印象，因为它事实上有很多股票它确实就是只涨9天，但是这绝不代表所有的股票都是只涨9天，更不代表这个理论就是告诉你涨9天卖股票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核心关键是收盘价比4天前的收盘价抬高9次，它和这个股票单纯的涨9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它什么叫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呢？因为啊，这个里面啊，它如果收盘价比自己的4天前抬高，如果不到9次，它就断掉了。它断掉了，你是不可以卖的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个2017年3月份区间的某某股份这个股票的案例啊，我来给大家解释这个事情。你看它的收盘价比4天前抬高，第一次就进入了卖出结构1，这个很清楚是吧？然后收盘价比4天前抬高2次就卖出结构2，随后呢抬高3次，然后抬高4次，然后抬高5次，然后抬高6次，然后抬高7次，到这里抬高8次，你就到这里都抬高到第8次了，还看不出问题。然后你再往后看一天，你发现后面的这个阴线它比自己的4天前的这个阳线的收盘价它降低了，所以这幅图表它的收盘价比自己的4天前抬高只抬高了8次，它有没有抬高9次？它没有抬高9次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可以把股票卖掉的。这里叫不够9次就不卖。那不够9次叫什么？不够9次它叫断。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后看，那断掉了以后怎么办？断掉了以后就重新计数，因为我们要寻找的是收盘价比4天前抬高9次，我们不是要寻找股价涨9天。大家要听清楚这个概念啊！我还是用这只股票来具体给大家解释。那么这只股票断了以后，大家看啊，几天以后它的收盘价重新回到了比4天前抬高的一个状态。这个黄色的 K 线闪动的位置，市场又一次出现了收盘价高于4天前的收盘价，我们重新计数为1。随后呢，第二次出现了收盘价高于自己的4天前的收盘价，计数为2。那么当然3的位置也很清楚，是不是比自己的4天前抬高了？那再来对比4，那4的位置是不是比自己的4天前的收盘价又抬高啊？再来看5，我们每次都是把K 线跟自己的4天前的收盘价做了对比，是不是现在是第5次？那么这是第6次，收盘价跟自己的4天前对比依然是在抬高的，这是第6次了吧？所以它就计数为6。注意看，这是第几次？这是第7次。收盘价比自己的4天前的收盘价抬高，这里是第7次了，所以它就是卖出结构7。当然这一次收盘价再次比自己的4天前依然抬高，这就是卖出结构8。好，最关键的一次来了，收盘价第9次比自己的4天前的收盘价抬高，那么卖出结构9。这个卖出结构9就是卖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已经连续9次比自己4天前的收盘价抬高。所以大家看整个的这只股票的上涨是9天吗？不是9天呀。但是它卖出结构本身啊包括9天。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案例，它确实就是只涨了9天，是这样的吧？所以大家要记清楚，收盘价比自己的4天前的收盘价抬高9次，它和股价只涨9天不是一个概念。但是呢，同时我们还要非常清楚的知道，就收盘价比自己的4天前抬高9次，这个动作是包括9天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把收盘价比自己的4天前高连续9次解读为这个股价只能涨9天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两个概念给它有效的区分开来。那么现在我们再进入这个新的案例，大家看啊，这个 TD 卖出结构9它是怎么卖出到这个股票的最高价的？它并不是这个股票连续涨9天，大家从第一根阳线开始看，1天、2天、3天、4天、5天、6天、7天、8天，你看到第8天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在这幅图表当中，第8天是一个阴线，是这样的吧？那么这个第8天的这个 K 线其实比自己的4天前就低了，所以这个动作它就叫断。它为什么叫断呀？因为它还没有到达第9次高于自己的4天前的收盘价，它就叫断。
那么断了怎么办呢？断了就得重新数，断了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当成卖出结构卖股票的。那重新数，后来大家看到，隔了4个交易日以后，第5天市场重新回到了收盘价比自己的4天前收盘价抬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并且这一次市场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一次呢，市场连续保持了9次比自己的4天前的收盘价抬高，所以这个标注9的位置就是标准的卖出结构9的位置，从而让你卖掉了这只股票的最高点。那么听到这里之后呢，非常欢迎大家用自己手中的股票去验证这个方法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方法，你可以通过关注、转发、收藏、点赞等方式告诉我。那么下一节课我告诉大家一个更加神奇的方法，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9的后面去数一个13，那么这个13呢，能让大家卖到一个股票年度性的最高点，就是这个股票在1年当中它有一个高点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能把这个股票1年当中的高点给它卖掉。当然也有人说了，我喜欢是很喜欢，但是老师你这个方法我刚才有点没听懂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让大家去收藏这个视频，你收藏了这个视频你可以反复的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我的视频呢，你可以先去关注，关注了之后，假如说你有不明白的问题，你可以通过互动平台的方式跟我互动，只要你有问题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学会这个可以卖在最高点的方法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关于卖出结构9卖到最高点的方法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掌握卖出结构9，卖在高点不用愁。入您法眼，请您点赞。朋友们，咱们下期见。